欢迎大家收看阿莎与高龄生活奇迹。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由我一个人来各位分享我最近在加拿大的奇遇。大家有注意到阿莎与高龄生活奇迹，生活奇迹最后那个鸡字，我并没有使用奇迹的迹，我使用了足迹的迹。因为当时我希望我将每一个我去过世界的角落，我所经验过的足迹，我所连接到的存在，我所连接到的讯息，都可以用很生活化的或很直白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谈谈我跟雪松的对话，雪松带给我什么样的启发，雪松将他们各自坐落在不同的国家，连成了一个足迹的网络。他们告诉了我什么？相信在身心灵的朋友都有阅读过《阿纳斯塔夏》这本书。几年前在台湾突然非常的火红，因为他在聊的就是西伯利亚有一座森林，一座雪松森林，有一位奇女子，她叫做阿纳斯塔夏。她与大自然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对话，她用大自然的方式孕育她的下一代，而这故事都在她几本的书里面有所分享。随着时间，我已经淡忘了这本书，但那一天我去到了温哥华的海边，我在远远的一个摊位里，市集摊位，我看到了阿纳斯塔夏的照片，就突然想起了这个老板娘。其实在我刚开始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曾经跟她购买过一个非常特别，对我的孩子皮肤它产生了干疹，这个乳液就让她很快的无药而愈。所以我对这个摊位的这个老板娘是印象深刻的。那这一次呢，我远远看到阿纳斯塔夏的照片，我就很惊讶。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所以你跟阿纳斯塔夏是什么关系？你在贩售西伯利亚当地的商品吗？”他就跟我说，这所有的原料，包含西伯利亚雪松精油，都是从西伯利亚原厂运过来的。这是雪松第一个跟我很惊喜的交汇。接着再有一天，当孩子开始进入初中8年级，他开始起脚的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会经过一大片森林。当我回程的路上，我骑着脚踏车，我感觉到我突然间很想要闭上眼睛，然后我突然间感觉到有一股暖流来自于我背后。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3棵树，它在对我的心轮说话。那我睁开眼，3棵大大的雪松，它在跟我说话。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雪松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呢？现在我就会将我的频率转频到树林里的雪松。我是雪松姥姥，虽然我称为姥姥，但在这片树林里，我充满着阳性的力量。在雪松的世界里，阴阳都是平衡的，既非男也非女。但姥姥是因为在这样的母系世界里，我具有阳性力量，但我有雪松姥姥的称号。为何中性却有姥姥的称号呢？在雪松的世界里，我们的灵性也会随着在地球的成长而蜕
蜕变。在雪松的世界里，当我们从地根要开始往上生长的时候，我们在经验的就是阳性与阴性力量的穿梭。而我之所以是雪松姥姥，当这棵树长到一个程度的，将这棵树它可以有一个任务与外界整个地球的雪松共同冥想对话的时候，它就已经到了一个成熟度，它的成长就已经是有如神的存在一般。所以当我达到这一个蜕变的，可以开始与世界雪松成为网络在对话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会以阳性存在或阴性存在。所以我叫姥姥，而其他2颗就是尚未以阴性阳性自居。姥姥跟爷爷的不同，姥姥对人们、对地球有个很显著的任务，我们必须将地心的力量和各地的雪松串联起来。我们如同母树般，我们召唤，我们连接，形成网络。而这个与地心连接扎根的，在与各个地球层面的阴性各个雪松姥姥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很清新的，可以洗涤你们感觉身心疲惫的、感觉受伤的心，可以进入你们，与之调平。另外一种阳性的雪松爷爷们，他们有什么样的任务？雪松爷爷不连接网络，不形成一个雪松姥姥的母亲的状态，去怀抱着来到眼前的人们。雪松爷爷只负责将地球跟地心，还有各种不同的树种，可以一个和谐平衡的次序共同存在着，就如同屋子的屋梁顶天立地的，如参天大树，将生命好好的坚固的支撑着。以下是我雪松姥姥的传讯，希望可以对你们受伤的心有所帮助。亲爱的孩子们，身为树，我们有着保护人类的意识。我们与全世界各个灵性频率相当的树种都是一个网络，请珍惜我们，因为在阴性力量里，对地球，对所有人类正在发生的所有的苦难，这力量是非常珍贵的。我知道，在你们产生愤怒，在你们产生战争，你们产生敌对、二元对立的时候，我看到因为恐惧还有受伤的心在对我们说话。一直很希望透过一个能清晰接引到雪松讯息的通灵朋友们，可以将我们想要跟你们创造出美丽的地球的愿景，一起携手合作的往前。阴性能量在所有生命里，尤其在即将
一直到来的时代里，阴性能量着实需要大家的更强大、更合作，而且也知道这个很重要。我当然清楚，在粗糙的人类社会里，大家把所有一切都变成了物质硬体。当然，物质硬体代表的就是我的、你的、他的；国家代表的就是我的、你的、他的；权力代表不是我有就是他有。这些都是阳性力量，而且是需要蜕变。它不是一个精致的阳性力量，它更不是一个具有灵性的阳性力量。所以你可以知道，雪松姥姥们在这世界多么合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心有所觉醒。当我说话的时候，当你用你的双手接收我们雪松的振动频率的时候，你的心有感觉到触动吗？这份触动，如果每一个人都因为触动而相连在一起，我们会柔软许多，因为你的我的争夺的愤怒之气。或许你会问，雪松那么多，你们忙了这么多，几千几万年，地球一样是照着更分裂的状态在走。我可以回答你，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全世界大自然的支持，地球早就完蛋了。你可以敞开去认识，在无形的振动频率世界里，人类被多少生灵、生命、大自然护拥着，但有时候你们却像是不愿意长大的孩子。青春期是否可以抬头看看大自然的奥妙在对你说什么？愿意跟我雪松姥姥的频率共振吗？愿意让我们一起成为网络，而让我们身心健康吗？有个方式可以跟我们连接，有个方式也可以补充你内在的能量，将你受伤的心好好的融化。找一颗雪松，左手放在你的胸前，看着这颗雪松，你也许不会知道它是不是成熟到已经成为神性存在，它是否以阴阳的形象、爷爷姥姥的形象自居，但无伤大雅，因为这些雪松孩子们，他永远都会在跟你连接的时候，随着他们一步一步生命的意识的蜕变跟拓展，他有一天会回应你的。而且所有你对雪松灵发出的意图，我们都会用无条件、无私，如同瀑布般的灌溉你。当你左手放在胸前，对着一颗雪松说：“我知道你有强大可以疗愈我受伤心的力量。”这段话是给雪松姥姥的，可以麻烦你帮我带个讯息。我欢迎雪松姥姥在我睡眠的时候，将我的身心用一种神妙的浸透式的方式去蜕变我内在。我想要活得更平静、更美丽、更健康。之后，你就将右手放在雪松上，然后跟着我念以下的术语。
树的语言。Toko sududu, toko sududu, toko sududu， 3次。Toko sududu, toko sududu, toko sududu。今天是雪松姥姥，她想要将雪松跟地球的关系，还有它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帮助。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大自然一定都会感觉到，与繁忙的都市是截然不同的振动频率。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它对话。但无论你走到哪，也许不是雪松，也许是其他的树，你都一样可以用这虔诚的心，用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心，右手放在它的树干，让你们之间成为一个互相支持的能量网络。在我阿耍的经验里，其实我骑脚踏车遇到的那雪松林、雪松姥姥们，我跟他们相处了，到现在已经将近6个月了。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我很开始容易把所有的事情很轻盈的翻页。你就发现去年听到什么事，你的反应可能会很大，但今年一样的事情在重演，甚至你有灵感。其实像现在，因为跟雪松林非常的紧密，那我的儿子其实也有5棵雪松在照顾他，所以每一次当学校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都会前一天晚上，我就会感受到雪松林会告诉我，他不啰嗦，他只告诉我，这个孩子有极敏锐的天赋，是在灵性上，所以你一定要在他很独特的部分，去非常稳定的、慢慢的让他有他的空间去探索。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是一个需要像你这样的父母亲，像你们这样的父母亲，给他完全的空间，然后用着他的步伐跟节奏去走出他的人生。那当然隔天，比如说学校就会写封信，就说我的孩子最近交的那个朋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或点点点。但其实当以前的我可能知道这些事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因为那我能怎么办？我叫他不要交这个朋友吗？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生命它都有良善的部分。那我可以怎么教导他？这时候雪松姥姥就会告诉我，信任。她说这个孩子是被保护的。如果你们可以将自己内在那种人集体意识的纠结、集体意识对生命的态度、集体意识在阶级的区分、集体意识在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或者是概念上的合与不合，那么我雪松林更支持你的是淡定、观察，在旁边你清楚的知道，孩子永远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转身问你，我可以怎么做吗？这是因为雪松要教会我，其实在大自然的世界里，大家都是一心想要往一个合一的状态前往生长，而人们是他们一直长期在相处的过程需要去互相转化与支持的。讲到这，我只是要跟各位分享，雪松姥姥带给我的是阴性力量，那雪松爷爷带给我的是稳定，而这份稳定的信任生命的温柔，是他们带给我的，也是他们希望我在我生命课题里可以好好的拥抱这2个品质。
今天的雪松对话第1集，我们先告一个段落。祝福大家可以将受伤的心好好的疗愈。谢谢大家，拜拜。